先问一下大家啊，你正在使用的手机啊，它的处理器是哪一款？可以评论或者弹幕一波。由于进一步的同质化啊，2022年开始，大家似乎换机的动力在进一步下降。8G1 Plus 据说来的会早一些啊，但是还没太多消息。但实际表现估计也大差不差，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随着这几年骁龙的摆烂啊，麒麟的窘境，联发科啊、天玑这边 SOC 啊，感觉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最新2月份，中国智能手机 SOC 市调数据显示，销量排名的 Top 3啊，依次是联发科的960万颗啊，骁龙的850万颗，苹果 A 系列的380万颗，麒麟则是暴跌84.1%啊，仅剩70万颗了。也就是说，如果麒麟这边没变化，除了苹果之外，以后大家买到的手机呢，基本上就是天玑和骁龙的天下了。这一期处理器横评，我们主要聚焦在天玑和骁龙可能你这2年都要面对的5款手机处理器身上，看看它们各自的特性以及对比啊，给大家以后构筑一个直接的底层的参考。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机型选择上，综合我们前期的大量实测数据和主观体验，最后选择了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几款：骁龙8的 iQOO 9 Pro、天玑9000的 K50 Pro、骁龙870的黑鲨 4S、天玑8100的 Realme GT Neo 3以及88 Plus 的 iQOO 8 Pro。如果出现测试异常，我们再加入同处理器的其他机型。再次说明，由于机型的不同、版本调度不同，确实没办法做到绝对100%的反映处理器素质啊。大家可以辅助数据库兼听则明。由于地表最强 SOC A15 的出色表现啊，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考给大家看一下。在数据库已有的常规跑分中，比如图 iQOO 9 Pro 的骁龙8和 Realme K50 Pro 的天玑9000基本持平。令人惊喜的是，在旗舰处理器跑分方面，天玑和骁龙终于能够平分秋色了。而 iQOO 8 Pro 的88 Plus 和 GT Neo 3的800跑分也基本持平，870的黑鲨 4S 确实稍弱。GPU 的 3DMark Wildlife 实测中 ，A15 以11555的跑分独占鳌头，但 iQOO 9 Pro 的骁龙8以10228的分数紧随其后。极限释放上确实照苹果有差距，但没那么大了啊！不出意外，还是870的黑鲨 4S 垫底。CPU 的 Geekbench 5最新实测中 ，A15 毫不意外的莫秒全。意外的是，安卓阵营天玑全面领先啊！天玑9000表现最好啊，8100的单项不如骁龙8，但是多核竟然还小优于骁龙8。要知道，天玑800是以次旗舰处理器自居的啊，确实挺让人惊讶。单核的几款处理器跑分上互有胜负，870的黑鲨 4S 在多核跑分上依旧垫底啊。这次我们又跑了一下 GFX Bench 的曼哈顿离屏测试，来看一下能效比的实际表现。88 Plus 以15.04帧每瓦垫底啊，其他都在20左右，没拉开什么太大差距。绝对值上啊，天玑9000以21.51，甚至比骁龙8还略高一丢丢。但是啊 ，A15 恐怖的51.93啊，直接上天了。曼哈顿3.1的能效对比，88 Plus 的10.91依旧垫底啊，其他几款在15到16左右啊，天玑9000以16.81登顶，但是 A15 的21.10平均能效依旧是最好的。最后 3DMark Wildlife Extreme Stress 的20轮压力测试啊，骁龙8以2578的极限释放登顶啊，终于是在 GPU 的极限释放上扳回了一盘。天玑9000极限2323，其他就明显较低了啊，都是1000多啊。不过800与较新，还是领先870了200左右。虽然安卓阵营依旧落后 A15 的3089，不过由于 iPhone 较差的散热 ，A15 的稳定性也表现不佳，仅到了65.6%啊。放开跑的情况下，骁龙8 GPU 稳定性高出它10%左右。虽然870在本轮环节极限释放依旧垫底啊，但稳定性却是最强的。也就是说870在长时间游戏的过程中更具优势啊。我想这也是众多平板选择870的原因。800的稳定性也到了75.3%。简单总结啊，在纸面跑分上，除 A15 以外啊，安卓阵营天玑和骁龙互有胜负啊，差距不大。但看绝对值，骁龙其实还是小有优势的。天玑系列根据目前的机型能效比也确实稍高于骁龙，但凭借极限释放上的小领先，我想这也是厂商不管怎么样啊，都要放骁龙做大旗舰的重要原因了，因为谁也不想在最尖上啊被人压一头。OK， 纸面结束，看实际落地测试。本轮测试中，870不仅以119.6帧在本轮表现最好，而且2.2帧的帧率波动也是最稳的。88 Plus 和骁龙8的游戏帧率还算可以，但是啊，换算出能效比是最低的，都仅为23.6帧每瓦，数字都一样啊，真是俩好兄弟。9000能效比28.61啊，800到了
24.04啊，最好的870到了29.17。天玑9000和870表现最好，王者的负载没有那么高，主要就看能效比了啊，平均帧率大家差距确实都不大。中负载和明星90帧这个环节大家表现都很不错，而且波动也都不大。前台显示上骁龙8的帧数是最高的啊，波动仅为0.3，非常稳3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但天玑9000和800的能效比表现又是最好的，分别是22.58和22.74，而帧数稳定性最好的骁龙8确实很稳定啊，但是功耗也到了5.63瓦，能效比也仅为15.95，远落后于其他机型的能效比表现，有得必有失啊。综合下来，我们觉得中负载下8500表现最好，重度负载以及极限的原神和光明山脉。既然是专题测试，那我们就干脆极限一点啊！当然也要说一句啊，这是极限测试，日常没有人会这样用手机的啊。我们由数据库标准的半小时升级到1小时，大家注意听啊，是比数据库的标准压力要更大的，更考验持久性啊，想想就很刺激。原神其实还挺让人惊讶的，4S 的870在最新版本实测下，游戏帧率竟然是最好的啊，57.6帧，温度也仅到了46.7度。不过又是灵性的不过啊，表现这么好是有原因的啊，后面咱们揭晓。升级到1小时后，88 Plus 的 iQOO 8 Pro 仅为40.5帧啊，在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锁帧40了啊！要知道我们数据库之前实测啊，它半小时最高画质原神可以达到56.92帧啊！看来夏天来了，又到了1年1度升级降帧率的时候了。8 Pro 40帧的温度自然也下来了啊，甚至拿到了最低啊44.3摄氏度。870和 A15 的帧数基本一致啊，但是 4S 的波动和温度更低啊，这是让人没想到的。天玑9000帧率为55.8，也不低啊。800也到了52.1帧啊，要稍高于剩下的2台机型啊，不过差距也没那么大。能效这边，安卓这边870的 4S 以9.86最好啊，不过这个最好得打个引号啊。天玑9000 9.41第二，800 8.97第三啊。虽说苹果的帧率和波动都不如 4S， 但是意料之中 ，A15 的能效比14.28帧每瓦啊，大幅领先于一众安卓阵营。88 Plus 又以6.75的最差成绩垫底。数据回归实际体验，我们在这种高负载的游戏中，苹果日常降亮度，在我们实测的版本下开最高画质7分钟左右就开始降了，这很影响体验。由于隔了几个月，手机系统和原神版本升级的缘故，我们又全部重新数了一下锯齿。这次红米的像素点相比于前段时间我们首发测试的时候要正常多了，回到了141万正常区间像素点。首发的时候想要一个好的帧率，把画质降下来，首发完了啊，这个画质又升回去了。4S 这边之所以表现好，是因为它仅有87万的像素点，你没有听错啊，只有87万，这个肉眼可见的模糊，换算下来连640P 都没到啊，难怪帧率高还不热啊。800的 GT Neo 3也阉割了画质啊，像素仅为110万啊，差不多是730P。最实在的还是苹果啊，达到了恐怖的155万。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感觉降亮度也情有可原了？相对而言，在重度这个环节，9000的综合表现，主观觉得取到了一个适中的位置。虽然画质没有苹果那么高，但是降亮度也没有苹果那么快。最后，大魔王光明山脉登场啊，这几台中啊，天玑9000帧率表现最好啊，平均帧率基本能有45帧左右。排名第二的是 4S 的870 43.5帧，iQOO 8 Pro 的88 Plus 以32.3帧的帧率依旧是垫底水平，天玑800也差不多33帧啊，当然温度确实不算高。不过 realme 的800根据前面的跑分情况只有33帧，确实有些异常啊。于是我们又复测了同样是天玑800的红米 K50啊，没想到这次全程1小时啊，竟然平均能到49.9帧，大家把惊了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800这个表现那是力压群雄了。再来看一下能效比啊，不出意外的，最强能效比就是 A15， 安卓阵营最高的是红米的800啊，8.96帧每瓦。在重负载大型游戏上，红米确实优化的要比 realme 要好不少。最后是骁龙8 7.55帧每瓦，天玑9000 7.32帧每瓦 ，realme 的800以6.27垫底。温控方面 ，iQOO 的88 Plus 由于帧率垫底，发热也最低啊，44.3度。第二为天玑800的红米 K50 45.1度啊，没想到这个环节最高的是870，过了50度啊。综合实际表现和能效比，在极限游戏这个环节是红米800拔得头筹。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由于本期呢我们是倾向于日常机型的啊，我们有游戏手机的专题视频，你可以在频道内专门翻看一下。而且由于具体机型的散热配置、版本号和芯片体质的不同，可能和您用到的有些许不同，大家注意看本期的最新版本号啊，依旧是兼听则明。
OK， 简单总结，先说比较网红的这个870和8200，在 Sandemark 20轮的压力测试下，他们俩算是互有胜负啊。800的跑分较高，但是870的稳定性较好。不过实际表现中，天玑800和疯狂堆料散热的骁龙870基本一致，而且在极限压力测试，比如说光明山脉这种K50更有背刺当家旗舰的不俗表现也许拿天玑800做游戏机是更好的选择。800确实有5纳米的制程优势有最新的ARM马力 G610架构和旗舰架构的 G710相比，只是核心数减少了。870这边的 Adreno 650是15年的终端架构，稳定性确实不错。说这么多，主观给这几款排一下先后顺序。从纸面的 CPU、GPU 的跑分方面，大概是 A15大于骁龙8，约等于天玑9000，大于天玑800，约等于骁龙88 Plus， 大于骁龙870。从目前落地机型的实测帧率和能效比上来看结合帧率和发热的综合表现 ，A15大于天玑9000约等于天玑8200，大于骁龙870，大于骁龙8，大于骁龙88。当然，苹果因为在各种竞技类游戏还没有适配高帧率模式所以在对比测试上会有一些缺失，大家注意。这2年也确实非常难为终端厂商，确实被骁龙的 X1 和 X2 超大核给吓怕了，发热加吃电，让大家不得不在手机上市不久，或者说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就开始在各种游戏、各种大型场景开始降画质或者说降帧率锁帧了。而天玑这边，台积电确实比较给力凭借全新的架构有比较好的能效比表现，能够让厂商在性能调度上可以更加大胆一些。不过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也觉得骁龙的实力也绝对不止于此可能真的是第一做久了，没有居安思危了。网传大家全当听一八卦据说后面会有台积电版本的骁龙处理器到时候我们还是好好给它实测一下。OK， 前面的各种数据、各种实测比较多我们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日常使用的话，天玑系列的2款 SoC 凭借较高的能效比是首先推荐的。8200是我们今年内部最看好的一款处理器比870更新综合能效也不错，很可能会在后面进一步蚕食真香870的位置，但大哥9000的位置就略显尴尬一些了。而如果你是极致性能党、游戏党，骁龙8只要散热够SoC 放开跑，那依旧是首选。对下一代骁龙系的期待依旧是日常使用的能效比问题超高极限性能发热，在现有的供应链下没有什么机可以压住，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物理事实了。老这么搞颇有点只要纸面不管实际的意思了。不过2022年的天玑也有在市场层面的现实问题大旗舰 SoC 刚刚回归，各家厂商的调教适配团队它还需要时间来积累经验，再加上市场的不确定性，厂商和用户们其实都在观望这发哥到底行不行呢，是吧我估计很多小伙伴也有这个疑问。所以大家也都看到了，即便有些方面素质更好，但目前市面上的顶级大旗舰大部分还都用的是骁龙芯，或者说都用的是骁龙芯主观觉得天玑的这种尴尬情况得等到明年才会有相对明显的改善。发哥的高端梦需要一款真真正正的品牌顶级旗舰或者折叠屏旗舰来进行印证。希望2022是让骁龙真正感到危机的一年，即便麒麟撤了，也能让安卓处理器市场进入新的你追我赶的竞争循环。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完整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